在美国购房如何享受1031延税法？在美国购置房产，如何享受1031延税法呢？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听到经纪人说，你若是换房子，可以考虑使用1031的延税法，这样就能避免交税了。可以利用滚雪球的方式让钱来生钱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做1031的延税法。具体的话，要如何操作才能省下税钱呢？1031的定义，1031的延税法又称为同类的财产交换法，是从美国国家税务局第1031条的条款当中规定而得名的。在法律条文的定义下，此类交换意味着，如果交换的房产是用于商业性或者使用，并且用于交换类似的资产，那么交换的过程当中的资产利益得失不予承认，不用缴纳其过程当中产生的资产利得税。换言之，只要卖家在出售原有房产后购买价值更高或者是等值的房产，并且用于，就可以使用这一条法。1031的适用的投资的类型，不是所有的投资都适用于1031的延税法。该法案仅适用于在美国境内的投资和商业用途的房地产，或者是不动产和动产。商业用途是指持有房地产用于交易、生意或者投资，包括出租住宅、办公大楼、农田和商业房地产等等。财产交换必须是同样的性质，但是可以质量高低或者是级别的不同。如果是公寓大楼与办公大楼交换的话，出租房可以与土地，土地可以与办公大楼等等。不能用于自住房屋的买卖，也不能用于股票、债券等等财产的交换，只能在美国境内的房地产买卖交换才可以使用1031法。如果是卖掉中国的房地产，买美国的房地产，不能免缴资本利得税。想要顺利的运用1031的延税法，必须要同时的满足不少的要求。首先需要是美国境内的房产，在卖房45天内要找出想买的房子。合格中介是在经纪人和律师之外的第三方。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，180天内要过户，且要交给合格的中介保管。纳税人和买卖中介不能碰钱，也不能利用增加贷款来套现。使用1031的延税需要注意的事项：第一，使用1031的延税要及时的准备，要找有相关经验的地产经纪协助来处理整个换房的事宜，把握好时间的节点，各个环节都要事先的规划好，千万不能在卖掉旧房子后才想到要用1031，那就迟了。第二，卖掉旧房子的钱放在哪里？用于1031的延税部分的资金，一定要存放到1031合格中介的账户当中。这笔资金不能放入自己的账户，也不能放到你聘请的律师的账户。第三，你购买新房子的价格一定要等于或者是大于旧房子的价格，任何有余留的部分都要缴税。第四，180天的概念，卖掉旧房子的180天内必须过户，否则1031延
税失效，请一定要记住了，180天不是半年，不是6个月，而是整整的180天。第五，需要注意的是，1031虽然是缓税，但是并不是免税，这个税最终是要交的，但是在金钱越来越贬值的情况下，同样的税款越晚交越合适，变相的是一种资产的增值。如果新买的房产的价值低于原来房产的价值，还能享受1031的延税法吗？如果新投资的房产低于出售的旧投资的房产，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，卖房者会收到现金或者是其他的补偿物，我们通常被称为好处。好处可能是现金，也可能是债务的减免、支付不合格的费用、超额借贷购买新房产和非同类型的财产交换等等。卖房者收到的好处要缴基本利得税，最高收到的全部好处都要缴基本利得税。举个例子，早期买的一套投资的用房600万美金，卖了1000万美金之后，基本的利得税是400万美金。那么用这些钱又买了一套新房，只有800万美金，自己还剩200万美金，而这200万美金要缴纳基本的利得税，以20%的税率来计算，要缴纳40万美金的税。但是如果下一次再投资的话，成本基准则变为800万美金。1031房产延税的好工具，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具体的需要咨询有经验的经纪人和会计师之后再做稳妥的决定。我们这边主要是讲解一些有关于房地产的免税避税的问题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有需要的人，欢迎点赞和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